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美军压境中东，第3艘航母战斗群待命。伊朗最高权力完成更迭，莫杰塔巴继任新领袖。美以考虑特种部队突袭，夺取伊朗高纯度浓缩铀。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海军布什号航空母舰已完成部署前演习，即将穿越大西洋前往中东地区。此前，福特号已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林肯号则一直在阿拉伯海方向执行对伊朗本土的打击任务。布什号预计将部署至东地中海，届时美军在该地区的航母数量将达到3艘，舰载机总数可达200架左右。这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海空力量集结。美国通常不会长时间在中东维持3艘航母部署，此举可能是暂时性的。最终究竟如何部署，还是要看伊朗莫杰塔巴的选择。伊朗塔斯尼通讯社报道，伊朗专家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票推举莫杰塔巴为新一任最高领袖。专家会议发表声明称，会议是在激烈战争状态以及敌方的直接威胁中召开的，其秘书处办公地点此前遭轰炸，导致工作人员遇难。但专家会议仍根据宪法履行职责，选定新领导人。革命卫队立即发布声明宣誓效忠，称成员准备完全服从，并为执行其命令。胡塞武装也发表声明表示祝贺。不过，美国和以色列曾对伊朗新任领导人的选举发出严厉警告。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电视采访时明确表示，伊朗新任领袖必须得到他的批准，否则不会维持太久。以色列方面的反应更为直接，以军发言人用波斯语发文，明确威胁将打击伊朗新任最高领袖及所有参与任命他的专家会议成员。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浓缩铀，美以方面也有了最新考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和以色列已讨论在战争后期派遣特种部队进入伊朗，夺取高纯度浓缩铀。特朗普政府内部讨论了2种方案，将浓缩铀全部运出伊朗，或者派遣核专家在现场进行稀释处理。特朗普在空军1号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美军地面部队有可能被派往伊朗，但必须有非常充分理由。当被问及是否将入境伊朗夺取核原料时，特朗普未排除可能性，表示也许在某个时候我们会这么做，现在还没行动，也许以后会。据美以官员称，目前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大部分位于伊斯法罕核设施的地下隧道中，其余分散在福尔道和纳坦兹。国际原子能机构上周报告称，由于无法进入，其无法提供关于伊朗浓缩铀库存当前规模、构成或下落的任何信息。美国特种部队如何行动，之后火力军将会详细分析，请大家敬请期待。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